大家好，我是十三安。那现在是我看一下，哇，凌晨1点半了。那小孩都已经睡得很熟，没有问题。那刚刚加班呢也都做完了，现在心血来潮，想说好了，终于把那个越野胎装上去试试看。其实之前圣诞节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，可是就一直没有装啊。今年初想说等雨季过后，然后旁边的林道开放，因为这边有那种越野场地嘛。因为之前冬天下雨下很多泥巴没有开放，然后后来等春天要开放的时候，你也知道遇到疫情爆发，所以全部关闭。结果这一拖，看现在拖到5月了，那还是没有开放。那因为我刚好要换轮胎，这个街道轮胎，因为这个是 BT090，是不是？这是哇，蛮古早以前的性能胎，那好像有6年了，那后面也磨差不多，所以要更换成新的轮胎，所以就干脆趁你去换新轮胎的时候呢，顺便试试看把越野框装上去。因为如果我之后要街道跟林道这样跑的话，我觉得现在刚好多做练习，之后换会比较快。那蛮好笑的啦，因为现在大家都是把越野车改成滑胎车，那我现在是把原厂滑胎车改成越野车。好，就开始吧。好了，那我现在后轮拆下来，其实还蛮快的啦。那这是42的齿板，那这个是47，这个其实哇多很多。那原厂的 R 版呢，我记得好像比这个是少一个还是多一个。那我刚忘了提，这是原厂的滑胎版，所以是 X 嘛。那 X 跟 R 其实它的差别呢，主要就是在后齿盘，然后悬吊还有刹车的部分。其他其实都一样，引擎一样，变速箱一样。那说实话，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，所以就试试看吧。好啦，我现在试装上去呢，刹车部分看起来是没有问题。那主要是链条啦。那这个链条呢？因为这个后面的齿比加大了嘛，刚刚给你看，它从42线变47，那很明显的这个链条不够长。那链条原厂好像是108 links， 那这个是什么108目吗？那如果要配这个加大47的话，至少要110嘛。所以我势必如果要配合这个后齿板的话，链条一定要换。但我现在就在想说，还是我变成原厂的后齿盘，然后去配合原厂的轮胎跟轮圈，但这样还蛮奇怪的，因为改装就是要提升它的加速的话，尤其这个越野框它本身是47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很多 WR 的车主啊都会把后面齿盘加大，提高它在土路上的加速感。所以我现在应该会拿我的原厂去配合这个，可能一样用47、45，或甚至是用49。那我当然还要去算说我的那个链条需要多长。那当然你也可以去调整你前面的 Spark 前齿盘。不过这个齿盘的这个齿比啊，真的是一门学问，这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好了，那基本上今天本来就是试装，因为我主要目的是要先把街道胎拆下来去换轮胎，那就继续吧。我刚刚忘了跟大家讲，我这边这个 Exonaut 后轴其实我是对调的装，那其实我这样才是正确的啦。之前的车主好像装反了，因为原厂的设计本来就是那个转的那在右边。主要原因我想就是因为这边是链条嘛，链条常会喷很多链条油，如果一直喷到你的那个螺帽上面，其实比较脏啦。那之前车主在调的时候好像对调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换回来。
好，现在试装好了，前轮跟后轮都上去，fitment 是没有问题。那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后齿盘跟链条，这就要调整。那像这个9月试装呢，是因为我现在要换接胎。那我原本是090嘛 ，BT 090，我现在换成的是S20 Evo。其实 S20 Evo 也出了一阵子了，但是蛮有趣的是，它 Bridgestone 还有在卖。这个轮胎是出厂年份是好像是去年年底才出产的。那其实新版的轮胎已经出到 S22 了。那可是这批轮胎真的便宜啊 ，S20 Evo。虽然这不是最新的 S22，但是跟我现在这个原本的比，原本是 BT 090，已经是新非常多了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就要换这个轮胎，那顺便要研究一下齿比的问题要怎么解决。说实话，在用这些东西真的是个坑。你看，你换一个，还要换接下来另外一个。那换完，像我刚刚换前轮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刹车皮，我看我刹车线，我想说哇，是不是再做个升级，然后连总梦是不是要换？可是如果跑土路的话，前刹车又不能像街道版那样那么的利锐，真的是越想越多。尤其想说我已经拆轮胎换轮胎了，要不要一鼓作气，该升级就直接一起升级。好了，那到最后呢，其实我也想试试看看换轮胎会花多少时间。好了，那现在因为遇到另外一个问题，这个换越野胎之后，整台车变得好高。那我知道 R 版原本就很高，但是哇，这之后可能还要适应。好了，那下一次就是换轮胎、换齿盘、换链条，那我再研究一下。好啦，那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我们下次见，谢谢大家。